我们来看一下它下面这幅白玫瑰，和刚才的那幅玫瑰相比较，是不是整个的色调、整个的感觉、表现手法和前面这幅都非常的不一样？这个就跟我们诗词作品一样，文字作品一样，其实都是要看当时创作者的他的一个生活背景或者社会背景、环境所导致的、所影响的，才能产生怎么样的作品。这幅画是梵高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画下的，他这幅白玫瑰画得很清新、很淡雅，在梵高的这些画作当中是非常难得的一种素净。我们应该有印象，他的很多的作品色彩都是很浓烈、很跳跃、很鲜活的那种，但是这幅却不一样，好像在诉说着梵高的另外一种人生。因为当时大概1890年左右，那个时候的梵高可能已经隐隐地意识到他离生命的终点已经不远了，他那个时候精神病已经非常的厉害了，他把他自己对生命的热爱、对自然的热爱都倾注到了他自己的作品当中。在这幅作品当中，他没有选择灿烂的向日葵，没有选择迷人的鸢尾花，也没有选择鲜艳的红玫瑰，他选择了很朴素的在绽放着的白玫瑰。白玫瑰虽然朴实无华，但是仍然是很顽强的盛开，就像梵高他自己的一生。他的一生充满了颠沛流离，他没有找到真爱，没有人买他的画，生活也是靠他的兄弟接济的。那在世俗的眼光来看，他是一个很失败的人。他是1890年7月份的时候告别了这个世界，也是很年轻，才37岁。他的一生非常的潦倒，有生之年他的画作并没有受到大家的肯定。他在有生之年卖出去的唯一的一幅画，还是他的兄弟当托卖掉的。那个时候因为没有人买他的画，他也很受打击，然后他的兄弟就求一位商人，意思就是说，你看我的哥哥还弟弟啊，我不是太清楚，因为有些版本说是他哥哥弟弟，反正是他的 brother 哈，就说你看他画的那么好，你看没有人赏识他，没有人买他的画，生活又那么潦倒，就是以这样的一种心态去跟那位商人去说，然后那位商人是有一点就像做好事一样，就花了很低很低的价格买了他的一幅画，所以那幅画是他这一辈子当中他有生之年被卖掉的一幅画。那还好，是金子总是会发光的，世人最终还是发现并且肯定了他的艺术成就，我觉得这个也算是一件幸事啊，没有被埋没掉。这个是梵高的2幅玫瑰的油画。北京人在纽约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，当中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台词，如果爱他就送他玫瑰，因为那代表着爱情，如果厌倦他也送他玫瑰，因为那代表着回忆与结束。在东方和西方，玫瑰现在都是爱情的象征物，然而爱情不容易说清楚，玫瑰也不容易说清楚。有一段来自中国现代传奇式女作家张爱玲的文字，她提到了红玫瑰和白玫瑰。这段文字也非常的经典。也许每一个男子全都有过这样的2个女人，至少2个。娶了红玫瑰，久而久之，红的变了墙上的一抹蚊子血，白的还是床前明月光。娶了白玫瑰，白的便是衣服上沾的一粒饭粘子，红的却是心口上一颗朱砂痣。这段话非常有哲理，我这里就不展开了，就当作是我们这节课的一个开放性的没有标准答案的家庭作业，留给大家去慢慢去体会去揣摩它的红玫瑰它的白玫瑰代表了什么，或者说你觉得在你的生活当中，在你的经历当中，有没有或者你的朋友有没有曾经是白玫瑰或者红玫瑰的这种经历。我觉得这个是
很有意思的一段话，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，可以去想一想。好，今天我们关于玫瑰和爱情的诗词的赏析这节课就到这里，我们大家可以交流一下。